我用总裁老公的迈巴赫自动导航回家，最后却停在了他的女秘书公寓楼下。原来对我万般迁就的男人，竟偷偷越轨了他的秘书。我发了疯，将迈巴赫砸了个稀巴烂，他却始终沉默看着，直到我没了力气，才冷淡开口：解气了吗？发泄完就回去吧。我轻轻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大颗落下。他忘了我是他跪了3天3夜才求来的妻子，也忘了结婚第1天我就说过，纵使他权势滔天，但若他负我，我会永远离开。如果说宠妻有个排行榜，曾经的他绝对名列前茅。只因我酷爱芒果，他便豪掷千金买下海外芒果园，就为了那几颗独一无二的太阳之子。往年公司员工被特许在外围挑选心仪的芒果，可最深处的那几颗太阳之子，总会在色泽最晶莹之时，被他亲手捧到我面前。可今年，当员工纷纷在朋友圈表达感谢时，他的女秘书沈之意却拍了张空荡荡的芒果树照片。什么时候，我的心上人也能手捧传说中的太阳之子，为我而来？第2日早，沈之意怀抱太阳之子，又发了个朋友圈。看来，我也在心上人心中呢。太阳之子，彼时拍出1颗30万的天价。我微笑着给陈子礼发了条消息，这芒果也有不甜的时候呢。照片里的太阳之子，表面鲜红亮丽，仿若红宝石般光泽，和我手里的那颗相比，仿佛天地之差。我心头微堵，紧紧盯着画面里不属于沈之意的修长五指。这个时间段能出现在他身边的，除了陈子礼，不会再有第2个人。朋友圈刚发没几秒，讨好的评论却一浪高过一浪。陈总的人待遇就是不一样，羡慕死了。30万1颗的太阳之子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幻想。沈小姐也太幸福了吧，要是我会直接晕死在她怀里。我没了再看下去的心情，雇佣100个人赶到芒果园。当园区管家看到我身后密密麻麻拎着斧头的保镖时，脸都吓白了。苏小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直接无视了他的惶恐，声音清冷而坚定，所有芒果树全部毁掉，包括那几棵价值连城的太阳之子芒果树。闻言，管家直接瘫软在地上，颤声哀求，这芒果园见证了您和少爷8年的爱情，您三思啊。我目光淡然，轻声呢喃，这芒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吃着吃着突然就不甜了，那也就没必要存在了。8年朝夕相处的陪伴，却抵不过女秘书3言2句更惹人爱怜，说出来也只会引人发笑。我没声张，只是把眼前的废墟拍下，默默发了张朋友圈。次日一早，芒果园被毁的新闻冲上热搜。陈子礼准时打来电话，赌气归赌气，你毁芒果园干什么？它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？我笑了笑，我不需要了，至于你那个小情人需不需要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你是响当当的集团总裁，豪掷千金，什么得不到？电话里声音一顿，在开口时多了抹温柔，你在哪？我去接你。他前脚说完漂亮话，后脚便抛在脑后。咖啡馆的灯光亮了又灭，也没等到他的身影。傍晚，陈子礼推开门，茉莉花的清香在屋子里弥漫。他走到身边，在我脑袋上揉了揉，抱歉，公司有急事要处理，我没想放你鸽子。我仰面盯着他那张虚伪的脸，轻轻勾起他口袋里露出一截的粉色丝巾。公司急事，是指和小情人缠绵。陈子礼摇头苦笑，还在置气。他俯身想要抱住我，却被我皱着眉头躲开。知道你内心有怨念，所以拜托他上门来和你道歉。顺着他目光的方向看去，身穿白裙的沈之意怯懦地站在门外，抿唇低头，一副紧张不安的模样。得到陈子礼的示意后，他提着裙子快步走到身前，声音破碎哽咽，苏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和陈总关系还不错，所以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陈总真会给我买。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只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，并不是有意影响你们关系的。明明是犯错误的人，他却越说越委屈，红红的眼眶不停有泪珠落下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我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不停扫视，前凸后翘瓜子脸，我确实比不了。可我想问一句，勾引有妇之夫，你还要脸吗？闻言，沈之意身体轻微颤抖，泛白的嘴唇快要咬出鲜血，却避而不谈。苏姐姐要是还生气，那就打我吧，我心甘情愿接受，绝不还手。眼见沈之意膝盖一软，准备跪下，陈子礼眉头一皱，立刻冲过去扶住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逼他。我气笑了，冷眼看着亲密又默契的2人，声音越来越冷。陈总何时对秘书如此大方了？上一任秘书也没见过你送30多万的礼物啊。他不过刚刚工作1周，就这么得你的青睐。见陈子礼脸色不悦，沈之意突然伸出手，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。是我不要脸，我是个贱人，
姐姐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只求你别伤害陈总，他是个好男人，也很爱你。够了，你没有做错什么。陈子礼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你先回去，我会处理好。我笑而不语，只是安静地看着面前的二人演戏。苏向晚，别闹了。他大步走到我身边，俯身低手，霸道地勾住我的下巴。他还小，有些事情处理的欠妥很正常，歉也道了，怨气也泄了，到此为止，行不？我一巴掌打掉他的手，满脸厌恶。陈子礼，你恶不恶心？你真的以为我要的只是他道歉？他算什么东西？陈子礼叹了口气，强行将我拉进怀里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胸很小，小到只能容下你。我鼻子有些发酸，小声嘀咕，可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换一个秘书好不好？触感迅速变得僵硬，他的声音也有些低沉。他为了这份工作付出太多，我不想当恶人。说罢，他转身走进浴室。水声响起的瞬间，我蜷缩身体，眼泪也断了线般跃下。陈子礼，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竟变得如此糟糕？辗转反侧之间，陈子礼的电话铃声响起，直起身子，映入眼帘的名字却令我心间一痛。小笨蛋，多么亲昵的称呼啊！我的手指轻微颤抖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接通电话。立刻，耳边响起娇滴滴的声音：陈哥哥，你不会不要我的，对吧？我拳头猛然攥紧，连指尖陷进肉里也没有察觉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今天的表现可能让你不舒服，可我真的好爱你，甚至只要闭眼，脑海里都是你的样子。我好想钻进你怀里，感受你的呼吸，哪怕无名无分，只要是你，我都愿意。泪又一次不争气的流出来。如果说心痛有实体，那定然是千疮百孔的心脏被利剑狠狠刺了千万遍。我哭到哽咽，小小的身体紧紧蜷缩在被子里，卑微到甚至怕声音把它惊扰。恍惚间，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还有温热的胸膛。曾经贪恋的感觉，此刻却变了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恍若一切都未发生，照常走向副驾驶。门开到一半，娇艳欲滴的小脸却已经闯进视线。他光着小脚搭在方向盘上，身子慵懒地嵌进座椅里，不急不缓地涂抹口红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慌忙放下双腿。啊，苏姐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似笑非笑地望着他，怎么，这副驾驶成你的私人座驾了？沈之意低着头摆弄衣角，姐姐误会了，只是你很少出现在陈总身边，好几次陈总胃痛时都是我在身边照顾，副驾驶更方便一些。我听出了他话语里赤裸裸的炫耀，忍不住讥讽，小三多付出些不是应该的吗？否则怎么上位啊？嗨嗨，适可而止。陈子礼突然出现，目光在我和沈之意身上徘徊了几秒，迅速扭过头，你别和他争，坐后面。似乎怕我误会，他再次补充了一句，这次宴会的目的是洽谈合作项目，沈之意身为我的秘书，自然要参与其中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我沉默了片刻，默默走向后座，却在打开门的瞬间，神色彻底僵硬。一条粉色镂空内衣安静地躺在座位上，褶皱的表面似乎表明了他身世的不平凡。我笑容淡漠，平静的目光直视陈子礼，不想给我个解释吗？陈子礼漆黑的眸子慌乱躲闪，嘴唇张了又合，最后只是轻吐几个字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的目光在两人身上徘徊了许久，突然笑了，既然你不敢，那作为妻子，我替你做决定。下一秒，我拽住沈之意的头发，猛地将他甩出车门。一声凄厉的惨叫后，沈之意披头散发趴在地上，随着身体剧烈颤抖而啜泣。苏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又让你不开心了，我这就离开，不会再打扰你们。你他妈疯了！陈子礼目眦欲裂，用力将我撞倒，飞快冲到沈之意身边，语气狰狞，你只能跟着我，我看谁敢动你。我踉跄几步，额头磕在砖角，鲜血瞬间模糊了视线。可迎来的是陈子礼冰冷漠然的目光。沈之意都和你道歉了，你还揪着不放，非要逼死他才肯罢休。滚回家好好反省，等我回去再和你算账。说罢，他抱起沈之意走进车里，疾驰而去。我瘫软在地上，望着车子离去的背影，哭了一遍又一遍。8年的感情，他怎么说丢就丢了。大哭一场后，我收拾心情，约了朋友一起去逛街。路途中，我和他谈起了这2天的经历。朋友撇了撇嘴，满脸鄙夷，狗改不了吃屎，男人也少不了偷腥。还以为陈子礼和其他男人不一样，时间久了就暴露本性，原来也是一路货色。朋友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我和陈子礼的相遇，没有爱情故事里那般轰轰烈烈，只是一次相遇，一个眼神，便相互认定了对方，一切可谓缘分。他陪我去看海，
观日出，看北极绚丽夺目的极光划破天空。他说要陪我走遍世界每个角落，看尽世间繁华。可他没说，相同的经历，他也陪另一个女孩走了一遍。此刻想来，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追逐中，我真的是赢家吗？思绪被朋友圈的新消息拉回现实。时隔一天，沈之毅再次发了新的朋友圈。照片里，他依偎着宽厚的肩膀，笑得甜蜜可人，并在下边配文：你给了我希望，从此便是我的整个世界。我心脏隐隐抽痛，颓然的目光下是无奈到极点的绝望。我深爱的陈子礼已经死了。路过一家高档礼服店时，熟悉的声音使我脚步一顿。帮我选一件最漂亮的晚礼服，我要成为整个宴会最漂亮的女孩。价格不是问题。店员眼睛骤亮，叽叽喳喳奉承个不停。小姐太漂亮了，也不知道哪位公子这么有福气，能得到你的青睐。小姐这种完美的身材，穿什么都漂亮。似是想起了某些美好的事情，沈之毅双眼弯成月牙，笑得格外灿烂。能得那位公子的喜欢，是我的荣幸才对。朋友目光泛冷，冷哼一声就准备走过去。我适时拽住朋友的手，声音低沉，走吧。他不满地瞥了我一眼，他抢了你老公，你就站在这里无动于衷。如果换做我，肯定会撕烂他那张恶心的脸。我惨淡一笑，一个沈之毅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沈之毅，他只是不爱了，仅此而已。晚宴如期举行，陈子礼出现那一刻，全场瞬间安静。他面泛薄红，乖巧地挽过陈子礼的臂弯，在精致的白色长裙衬托下，连璀璨的灯光都黯然失色。顿时，人群里响起艳羡的惊呼：陈总可真会享受，到哪都有漂亮女人陪伴。沈小姐能俘获陈总的心，你这辈子的苦算是吃到头了。没记错的话，那颗30万的太阳之子送的就是沈小姐吧？沈之毅嘴角微抿，沐浴在众人吹捧的目光里，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。可下一秒，陈子礼脸色铁青，猛地甩掉沈之毅的手臂，朝人群中冲去。谁允许你碰我老婆的？给老子把手撒开！众人聚焦的目光中央，我微笑挽过男伴的手臂，晚宴而已，你忙你的，我玩我的，互不影响。陈子礼急得差点蹦起来，能不能别胡闹？沈之毅陪我参加晚宴是工作需要，他刚和你闹了矛盾，我怎么可能再把你带上？说着，他脸上青筋凸显，一把掐住男伴的脖子，老子让你撒手，你耳朵聋吗？众目睽睽下，我笑得愈发灿烂，甚至将身体往男伴怀里靠。我要是说不呢？你不要再胡闹了。陈子礼气得快要崩溃，红着眼睛低吼，我们是夫妻，你却牵着陌生男人的手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陈子礼，你还要点脸吗？一口一个夫妻，自己却领着小情人整日缠绵，怎么到我这里就行不通了？陈子礼脸色难看，他只是我的秘书，工作需要，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？因为冠冕堂皇的话我听够了。我也来了脾气，扯住他的衣领怒吼，请你问问在场的所有人，谁不清楚你们的关系？真把我当傻子了。这时沈之毅怯生生跑过来，声音颤抖，苏姐姐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就好，别怪陈总。他这几天太累了，我怕他吃不消。我匪夷所思的目光在沈之毅身上停留一会，忍不住讽刺，还没有进门，现在就开始心疼了。靠美色上位的绿茶婊，他不过玩玩而已，真以为能把你永远带在身边？沈之毅自知会被辱骂，可哪怕有了心理准备，尖锐锋利的话语还是刺得他脸色惨白，连连后退。苏向晚，你够了。陈子礼面色阴沉如墨，一把按住我的肩膀，你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因为你的无理取闹，项目泡汤，公司损失至少5个亿，5个亿换你一场任性，够不够？我怔怔望着陈子礼那双暴躁阴沉的眼睛，笑得讽刺，所有问题你指望靠一句无理取闹来解决？陈子礼，现在的你让我感觉陌生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珠，转身望向躲在陈子礼身后的沈之毅，笑得悲凉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名分吗？他现在归你了。我苏向晚不稀罕了。我转身的瞬间，陈子礼彻底慌了，拉住我的手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眉头一皱，试图挣脱他的束缚，撒手。回答我，你他妈回答我啊！陈子礼歇斯底嘶吼，眼底的慌乱近乎要实质化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我说我要和你离婚，听懂了？陈子礼身体一颤，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捏紧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要和我离婚？就因为那颗破芒果，至于吗？我后退一步，冰冷的眸子里充斥着厌恶，别再找借口了。如果你不爱，大可转身离开，没必要找个小三恶心我，我还没有见到赖着你不撒手的地步。陈子礼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
甚至到了苦苦哀求的地步。给我个机会，回家和你解释，你想如何我都答应你。他嘴唇剧烈哆嗦着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枚钻戒，用力将我搂住，这戒指足够买10颗太阳之子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剧烈挣扎开，将钻戒狠狠丢了出去。沈之意发出刺耳的尖叫，面容都扭曲在一起，那是哥哥要送给我的钻戒，你凭什么扔掉？我不屑的目光瞥了他一眼，喜欢当小三的贱婢也配？沈之意抓狂到快要疯掉，扯着嗓子质问陈慈理，他都当面羞辱你了，你还拽着不放，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东西？可迎接他的是陈慈理恼羞成怒的耳光，啪，清脆的响声在大厅回荡。他再冷血也轮不到你来指责。现场陷入一片死寂，沈之意目光呆滞，怔怔地望着陈慈理，好半晌才捂着脸颊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你居然打我！你为了这个老女人打我？摩天轮上你说会一辈子宠着我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，你金口玉言许下的承诺，难不成都是谎言？陈慈理脸上戾气横生，揪住沈之意的头发，宛若陷入暴怒的野兽，我让你闭嘴，你听不懂。我忍不住出言讥讽，这话你怕不是对所有女孩都说过吧？沈之意眼眶越来越红，最后嚎啕大哭冲了出去。失去理智的话刚说出去，陈慈理就后悔了，满脸懊悔地攥紧拳头。我以为他会心急如焚，不顾一切追过去，可没想到他突然跪下了。我冷着脸默然俯视他，求原谅的话还是免了吧，给彼此都留一些体面。陈慈理捂住胸口，声音哽咽沙哑，你说的对，我背叛了你，我不是人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不要沈之意了，让他滚，只求你和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满眼讽刺，和你回家，然后再让他过来道歉，相同的剧情重复一遍。抱歉，我不是你的忠实观众，也不想为这场荒诞剧买单。陈慈理连连摇头，苍白的唇角连最后一丝血色都消退。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再做伤害你的事。他只是趁我疲惫孤单时趁虚而入钻了空子，并非我有意。我承认，他活泼天真无时无刻的笑容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年轻的滋味。我心软了，决定让他留下，可从未想过取代你的位置。他见我沉默没有反驳，一点点靠近，小心翼翼地抱住我。你在我心中独一无二，没有人能够撼动。我冷漠地推开他，声音平淡空洞，陈先生，你的演说结束了吗？没有其他事，那我离开了。说罢，我干净利落的后退，没有一丝留恋。苏向晚，他内心的防线轰然倒塌，破防大吼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我到底要做什么，你才肯结束这场闹剧？我脚步一顿，缓缓转身。我只问一句，你口口声声说疲惫孤单，才让他趁虚而入，那你可曾见过我让谁趁虚而入？陈慈理手指狂颤，失神地望着我。感情这件事，任何一方泄了气，都算输。我一步步走到门外，笑得洒脱。这场爱情追逐赛，我正式退出。不，你不能走。陈慈理跌跌撞撞要追过去，可身后不知谁大喊一声，陈总在哪？沈小姐吐血了。离开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到陈家，搬走了自己的所有物品。管家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大脑早已经被眼前的一幕惊得一片空白。夫人，您这是？不必叫我夫人了，我很快就不是了。管家吓得双腿一软，连忙给陈慈理拨去电话。接连10通电话，皆无人接听。我笑了笑，轻轻摇头，他心爱的女人昏迷，这时候应该急得团团转了吧。直到黄昏，沈之意吐血昏迷被陈氏集团总裁抱去医院的消息才冲上热搜。当看到许多自媒体私自给沈之意冠名陈夫人时，我嗤笑一声，拉着行李箱往外走。还没到家，爸爸就听到了风声，特意打来电话。他真的出轨了。我抽了抽鼻子，轻嗯一声。爸爸沉默了片刻，你想清楚了？我不要他了。好，你大胆去做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苏轼是上城第一世家，而他陈慈理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，没有家族的资金帮助，陈氏集团就不可能成立，更不会有陈慈理今天的成就。我坐在长椅上，望着远处的青山，怔怔出神，起伏的思绪被铃声拉回。陈慈理慌乱到声音都变了形，你去哪了？为什么家里好多东西都不见了？你理理我好不好？我要回家了。我声音清冷而平静，仿佛在陈述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，可落在陈慈理耳朵里，却仿佛平地惊雷，瞬间炸响。不，我不同意，你不能弃我而去，绝对不可以。我听着电话里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嘴唇微张，讽刺的开口，我不是沈之意，不会吹捧你霸道总裁的人设。
离婚协议书稍后会送到你手里，记得签字。没等他再回应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而此刻，陈子礼狼狈地瘫软在医院走廊，布满血丝的双眼紧盯屏幕，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保持相同的动作，目光呆滞地愣在原地。哪怕是现在，他依然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视他如生命的女人，会有一天离开。沈之意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过来，娇弱地呼唤了一句：陈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他面若桃花，娇羞地扭动身体，俯身准备抱住陈子礼。可下一秒，陈子礼却像是触电般，噌的一下起身，疯了一样跑出去。还有机会，肯定还有机会。8年感情，我不信你忍心抛弃。从那天后，他像狗皮膏药一样，每天赖在苏家门口，用各种方法哄我开心。鲜花和礼物，甚至是夜空燃放的烟花，他施展浑身解数，把能想到的花招用了个遍。我被他逼急了，上去就是一顿臭骂。可他不怒反喜，甚至兴奋到双手来回搓弄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说什么我都听。我彻底无语，讥讽的话语想也不想脱口而出，什么都听，那你去死啊！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身后却响起陈子礼的闷哼。你疯了！我瞪大眼睛，愤怒嘶吼。陈子礼随手丢掉小刀，望着手腕缓缓流出的鲜血，勉强一笑。我说过，只要你能原谅我。你他妈闭嘴！我气得身体颤抖，连忙叫来救护车。你想死我管不着，可别死在我家门口。我嫌晦气。交完住院的医疗费用，我准备离开，却迎面碰上匆匆赶来的沈之意。陈哥哥，他嘴里焦急的呢喃，贴在玻璃上小心翼翼观察，确认他没事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苏姐姐，等下。他泪眼婆娑，上来就要跪下。苏姐姐，你不爱他了对吗？那求求你不要折磨他了，把他还给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冷喝一声，滚开，别在这里恶心我。你们之间的情情爱爱和我无关，等他签下离婚协议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陈哥哥手腕的伤是你划的吧？他那么爱你，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？他捏紧拳头怒视我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突然，他紧咬嘴唇，从兜里翻出一把小刀，并快速掀起袖子，伸到我面前。如果你想发泄怒气，那就朝我来吧，我绝不还手。我被气笑了。神经病，找虐请去别的地方，我没时间。见我始终无动于衷，沈之意彻底急了。我早就怀了陈哥哥的孩子，你非要和我争到底吗？说着，他轻轻抚摸肚子，满眼都是慈爱和安详，能和陈哥哥拥有爱情的结晶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我会陪孩子一点点长大，将来成为和他爸爸一样优秀的人。我强忍住内心的呕吐感，冷冰冰的开口，这么说，你们早就上床了？内心本来压抑住的愤怒再次熊熊燃烧，甚至冲破了理智的束缚。我想也没想，一脚踹开病房门。烂人，滚下来！陈子礼嘴唇微动，正准备朝我挤出抹笑容。苏向晚，我没事。没等他说完，我揪住他的头发，硬生生从病床上拽下来。沈之意急了，小脸煞白，尖叫着扑过来，他为你受伤，你竟然还敢虐待他！我下巴微抬，毫不犹豫一巴掌甩过去。他，沈之意踉跄后退，满眼怨气瞪向我。望着陈子礼迷茫的眼神，我笑得讥讽，沈之意怀孕了，你的孩子，恭喜啊！什么？此话一出，他身体一哆嗦，直勾勾看向沈之意，不可能，我明明有做安全措施，我把他扎漏了。沈之意咬着嘴唇，声音虚弱却异常骄傲，我想给你生孩子，更想和你有个家。陈子礼如遭雷击，失神地盯着地面，久久未语。我却满脸诡异的笑容，饶有兴致地观察这一切。事情突然变得有趣了。你他妈是不是想死？陈子礼态度一转，姿态狰狞，大吼着扑过去，老子现在就掐死你！沈之意脸色瞬间惨白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是你的骨肉。关键时刻，一道苍老尖锐的声音响彻病房。陈子礼，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。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婆婆出现在门口，气喘吁吁却神色癫狂。从现在开始，沈之意就是我唯一的儿媳妇。至于那个没用的女人，她不是想要离婚吗？现在就和她离。有了婆婆做靠山，沈之意眼底的柔弱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是得意和。阿姨您放心，孩子我保证安安全全生下来，给陈家留下一个子嗣。婆婆大步走过去，将沈之意护在身后，厌恶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，最后凝视陈子礼。沈之意这孩子我特别喜欢，乖巧又懂事，改天你们就去领结婚证。
我明白婆婆眼神的含义，连忙将离婚协议递过去，签了吧，毕竟我在这里有点碍眼，影响你们一家团聚，说出去也不好听。陈子里脸色连连变换，最后咬牙朝婆婆低吼，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婆婆铜铃大的眼睛瞪得溜圆，一巴掌扇在陈子里脸上，你敢不敢再给老娘说一遍？她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屁股不大又不好养活，传宗接代也做不到，要她有何用？我斜目瞥了婆婆一眼，后者直接蹦起来怒斥我，你瞪我干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觉得可笑，连自己儿子的情况都不清楚，却只知道一味指责和鞭打。这样的母亲，说不清楚可喜还是可悲。陈子里脸上浮现痛苦，低声呜咽，这个女人我不能要，你必须要。婆婆急了，揪住陈子里的衣领疯狂摇晃，你告诉我，什么能比她肚子里的孩子还重要？那是陈家的未来啊。可下一秒，陈子里红着眼睛失态大吼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他必须死，因为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是我的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沈之意却突然扑过来，跪在陈子里身前，你如果讨厌我们母子，那就杀了我吧，何必找那些莫须有的理由？见状，婆婆也忍不住嚎啕大哭，和沈之意抱在一起，干脆连我这个母亲一起杀了吧，反正我也看不到陈家的未来了。陈子里脸色阴沉如墨，捏紧的拳头许久后猛地松开，妈，你会后悔的。他提笔，手指颤抖个不停，可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落笔那一刻，他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床边，赤红的眼眸紧紧望着我。在里面，我读到了痛苦和悔恨，以及浓浓的迷茫。婆婆立刻破涕为笑，将离婚协议甩给我，还不赶紧离开，我家儿媳妇不想看到你。我没有在意，反而用意味深长的笑容深深看了陈子里一眼，期待听到你的好消息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子里领证的消息人尽皆知，许多富商纷纷送上礼物和祝福。而彼时，我正在咖啡店和朋友品咖啡聊天。那个沈之意，你真就这么放过他，让他和陈子里结婚？朋友狐疑的目光望过来，这不像是你的作风啊。我笑了笑，目光深邃，看着吧，陈子里绝对不会轻饶他。此刻只是因为我们苏家撤资，一时分不开心神，再闹出乱子，很容易让陈氏集团崩塌。再等等，一切都会有结果。1个月后，苏氏撤出所有向陈氏集团投入的资金，底蕴本就不足的陈氏集团瞬间瘫痪，无数合作商纷纷选择跑路。本就忙得焦头烂额的陈子里，此刻更是被层层重担压得喘不过气。而这一切，婆婆和沈之意丝毫不关心，他们将自己深扎在别墅里，谈论未来的幸福生活。3个月后，陈氏集团摇摇欲坠，随时会宣告破产，而距离沈之意分娩只剩下5个月。4个月后，陈子里找到了我，几个月不见，他宛若变了个人。曾经精神抖擞、如沐春风的帅气青年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蓬头垢面、满眼颓废的失败者形象。他勾着腰，眼底写满了灰暗和不安，双手不安地攥在一起，时不时看向四周。苏向晚，这么久了，你还是不肯饶过我吗？他低着头，声音从牙齿里挤出，因为你，苏氏集团撤资，我快要顶不住了。哟，陈大总裁也有求人的一天啊。我忽然笑了，玩味地看着他，可是关我什么事？他表情一滞，气愤地开口，我们好歹8年的感情，你连一点钱都不舍得借我。8年感情，你背叛我时，何曾想过？面对诱惑，你哪怕想起我的一点好，也不会出轨的如此光明正大。我眯着眼睛，毫不犹豫地吐出2个字，不借。陈子里眼里的光彩越来越暗淡，直至彻底绝望。那么，祝你幸福。陈氏破产前一天，是沈之意分娩的日子。陈子里面无表情地走进病房，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新生命上。老公，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沈之意笑得格外开心，掰着手指细数，我都想好了，孩子交给妈照顾，我们去国外度蜜月，顺便拍一套写真。陈子里忽然抬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冷冽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沈之意笑容一僵，略带幽怨，都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还怀疑我？我对你的真心日月可见，没有人能比得上。呵呵。陈子里眉宇间划过一抹戾气，突然捏住沈之意的下巴，老子是无精症患者，你告诉我哪里来的孩子？你他妈回答我！沈之意脸色彻底挂不住了，慌张往后退，你听我解释，无精症也是有几率有孩子的。可下一秒，陈子里表情忽然舒缓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，原来如此，不过真不是我的也没关系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毕竟我们现在是夫妻，日子总是要过下去。老公，你真好。他感动得痛哭流涕，
嘴里不停嘟囔着要给陈子礼当一辈子的老婆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陈子礼突然拍了下脑袋，略带悲伤地望着沈之意，我的公司破产了。这种玩笑就别开了吧。沈之意强挤出一抹笑容，你是堂堂总裁，怎么可能突然破产？突然，他放在床边的手机屏幕亮起，一条新闻映入眼帘，陈氏集团宣告破产，将于明日彻底解散。笑容在沈之意脸上彻底消失，难以置信地望着陈子礼，真的破产了？你他妈疯了！老娘辛辛苦苦给你生了孩子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他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淑女形象消失不见，暴躁地甩飞床上的枕头。陈子礼并没有太多惊讶，反问一句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孩子是谁的了吗？沈之意狰狞一笑，你猜对了，他不是你的种。我贪图的只是你的钱，人又不帅，脾气又臭，没了钱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本来面无表情的陈子礼终于笑了，看向病房门口，妈，你听到了吧？门锁咔嚓一声后，婆婆低沉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，枉费我那么大心思，好吃好喝哄着你，既然不是我陈家的种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关于陈子礼一家的消息，刚出生的婴儿被遗落在病房里，沈之意被发现时身体被塞进床下，身上被戳了100多个血窟窿，死于失血过多。而杀人凶手陈子礼和他的妈妈携公司仅剩的资金准备跑路，最后在海关被逮捕，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暗无天日的牢笼。看到这里，我并没有太多的意外，甚至十分平静。陈子礼无经症的病，我早就知道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笃定沈之意的下场绝对不会很美好。现在想想，觉得格外讽刺，出轨者最后却反被小三出轨，就像这世间万千事物，荒诞中又总是充满不确定。不知不觉间，我走到了曾经孕育那几颗太阳之子的芒果园，此刻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我笑了笑，给管家打去电话，帮我把这片区域重新种上芒果吧。我又想吃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